一起来探讨如何解决台湾当前的面对国际情势的经济问题，我们如何找到一个更好的方针来协助这些中小企业。这家公司我们当初一开始就叫中信保全科技公司，然后后来我们在这几年来，我们其实有把我们的名字也稍微转换了，然后比较反映一下我们其实真正的现状，就是中保科技这样子的一个公司。那怎么带呢？就是说，其实从我们一开始接了第一个客户的时候，我们就用了所谓当年用电话线来传输一个电子讯号，从客户端这边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讯号，所以我们才可以有我们的服务再派遣出去。服务派遣出去的过程中呢，又用到当时的无线电的科技，更这样子的科技去确保说我们的人员到了现场之后，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做一下什么的服务，来协助客户来保护他们的人身或者是财产的安全。那这50年走来，从1976年到现在，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不是数位转型，而是数位的升级。我们对内一样，我们从最原本大家管理公司的模式开始，然后一直走到我们在近期其实用了很多不同的数位的平台，还有数位的工具来评估说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客户到底走向哪里了。然后呢，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走？简单来说，中信保全今天你看到我们的客户群跟我们在提供给客户的这个服务上面，其实已经不是只有保全了。我们其实刚刚你在说什么提供所这些，当然还有这些，但是我们更多提供的方面包括了防灾我们提供了资安还有很多别的这样子运用新科技的模式来服务客户的需求。所以中保一直在做一个我们自己自诩的一个叫做全方位的服务就是我们的客户端，无论是今天你是政府单位也好，公司行号也好，或者自己家里也好，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一直透过我们所了解市场的变态的方式，用这些平台来了解之后，来符合这一些客户所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怎么样一个本来从一个抓小偷的公司变成一个科技的服务业我们都思考的一个原则就是，政府的政策跟民间现在在关心的事，大概就是我们发展的方向。那技术怎么来？就是我到刚刚Benson副总报告，我们每年到亚洲、到美国、到欧洲去看各种不同新的技术，然后导进来以后，我们可以最起码领先同业2年的时间，然后再透过专利的安排，让同业不要跟随上来。所以为什么中信保全今天能够持续往前，就是因为这个因素。那这个都是我们一个数位转型的一个过程。因为既有的决策模式和思维模式，就是其实已经很难产出新的想法它就是这样子的引擎很有效的在运作，就是那样子那但是久而久之呢，我们的主管自己本身的思维，还有同仁对这个比较创新的这个能力，就会渐渐就没有。所以过去很多的提案，创新的提案，在有时候还没提出来就死掉了，或者是他提出来的过程可能会被挑战100个问题，然后就还是过不了那主管很容易找到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久而久之呢，那同仁大概也不会想要来提创新的提案。那这些人一段时间后，他自己的能力就会弱化。我们遇到的挑战是因为我们是40几年，所以老中青都有嘛那有一些确实是有遇到这个挑战。那怎么样去突破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麦肯锡带给我们，就开始请麦肯锡来辅导我们，带给我们最有价值的这个，我们叫做转型引擎嘛好，那这个转型架构呢，我们其实是改变了那个整个提案的机制，我们改变了决策的模式，我们也改变了我们工作场域以及我们团队的运作方式，我们很多地方的改变。在20年前，所有的知识其实要透过这个房屋中介的同仁来告诉客户问怎么买卖的价值是什么。但是 AI 起来之后，很快这些资讯、这些服务马上可能就会被取代掉，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好，还有我们对于这种规格品的这个搜寻，比如说他要买多少平的房子，这个其实动口就可以拿到，这个以后不会有价值。那我们的业务同仁其实有价值的部分是在隐性的
是在它引进的需求那一段的一个思考还有探索。那一段的撮合跟收敛，其实会是慢慢的是也有可能因为资讯的通透而被取代，但是它还是长期的会存在这方面的需求。好，那长期的来说，买到好的居住生活跟周延的交易保障这么高金额的一个服务，它必须一定是长期存在，它顶多是这个交易或者是发生的方法变得不同。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房仲业其实过去拥有全段的价值，但是我们在未来就要去思考我们的转型要去转动哪几个。大部分的公司基本上都尝试过数位化还有 AI 的转型，88%，但是其实是只有25%才可以有看到一些最根本的这个实际的进展，而且只有10%才会有一点点的这个 financial return， 就是真正的财艺上的一个回报。数据化转型转的不是 IT， 转的是公司的所有的流程和本质的业务。所以最根本的一句话，不管是 AI 数字化，最核心的关键词是转型，而不是前面那几个字。不要每次都是说数字化一定是给我一个名单，一个大清单，然后我来选哪些 digital 的 use case 我要做，哪些 AI use case 要做，从关键流程开始，然后重新去设计它。第二是说，价值一定是要非常清楚的跟你做的事情挂钩。你不管是从数据，或是从基础建设，像 IT 的一些投资啊、买服务器啦，你一定要对我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业务的改变。这个是慢慢可以通过时间积累所有的这些投入资，但是一定要对你现在有的产出有个非常的透明的一个visibility。最后一块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投资，在刚刚讲的这些只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很大部分的是你在改革和在人力上、人才上的一个投资。他们在过去的几年开始大量的推数位转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可能看到市场的机会，他们可能看到消费者的需求，他们有可能看到自己内部有一些东西需要做调整，不然他们没有办法在接下来的10年到20年还保持所谓的 sustainability。我们本来是有75万的人，75万的人里面，0到2岁，大概我们每一年是接触到50到70%的出生率的这个小孩。So OK， 在这个里面，0岁到6个月，我大概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需要奶粉、尿布、包皮衣，冬天的时候有一点的这个 blanket， 所以我大概知道他需要什么，所以我可以做 preheat。我们看 CPA， 所以很多最简单是看 CPA marketing efficiency 嘛。所以我投资每1块钱的时候，我的回报是多少？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很简单的这个 KPI 嘛。OK， 好，我现在 CPA 是200块、300块。OK， 好啊。但是这个200块、300块。怎么去做好一点？是不是我们的 data tagging， 还是我们找的这个？因为你在 Facebook 跟这个Meta 跟 Google 的问题是，他们的这个群是很 general， 因为你可以说大概我现在要面对25岁到35岁的女孩子，但是你有别的标签可以放进去吗？很难去知道这个是真的有结婚吗？还是有小孩吗？还是没有结婚，但是也有小孩，所以说变得有很多这个细的问题是解决不到嘛。但是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 data pool 去做 avatar， so 我们是做那个 digital avatar， 我知道大概我是现在的 TA， 不同的 TA 它的需求是什么。在医疗里面，数位资料已经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有点我自己目前的观察，我的浅见有点像是当初一开始虚拟货币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虚拟货币能够用来做什么。那但是现在因为病例的这个数位化，那其实医疗的数位转型，因为透过这3个阶段，尤其到 AI， 大家开始看到这个数位化可以带来的这个效益，所以在这方面其实等于是健康数据的这个交换，大健康这个概念已经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虚幻的构想。那我们这边想要讲的是，我们其实在做转型，其实是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PMO 做的东西范畴很小，那个 scope 很明确，转型要做的东西是比较大范畴的，比较模糊的，对吧？很多东西是需要一些创新，是需要一些这个组织内的一些探讨的。其实必须要是渐进式的，建议从小范围、低风险的一个部
部或是业务开始，等到这边 run 成功之后，其实再慢慢扩大到其他的部门。好，那之后这样才可以让这个整个风险跟阻碍才会比较降低的，员工的反弹可能不会那么大。好，这样提升这个整个在转换过程中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几率。